灶台上的火焰突然顶开了锅，变成一个拿着镰刀的虚影。女人正惊恐地想要逃跑，地上却突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冰顺着地面冻结了她的脚，紧接着爬上她的身体，最后居然把她变成一座冰雕。她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融化，在极度不甘中，女人缓缓闭上了双眼。林婉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兽皮棚里，而且在自己的不远处，一只大老虎正趴在地上睡觉。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尖叫，脑海里就突然多了一大堆记忆，让她明白她这是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苍蓝兽世，这里的兽人虽然可以化为人形，但是习惯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靠野外打猎的生肉为食，以野兽的皮毛做衣服。现在林婉悲剧地发现，她刚刚死里逃生，马上又要在这具身体里被饿死了，因为现在她根本没有食物。根据原生记忆，兽世的野菜很多都是有毒的，而去打猎容易被野兽一巴掌拍死，她只能绝望地坐着等死，却在脑海里突然听到一个机械音。叮，随身厨房系统绑定成功，宿主林婉，现代食疗师加餐厅主厨，适配度100%，新手福利发放，基础厨具1套，铁锅、陶碗、木勺，野菜种子1小袋，谷物种子1小袋，灵玉配方成1。兽骨野菜粥。听到这些内容，林婉几乎是喜极而泣。前世她开着连锁食疗餐厅，最擅长用简单的食材熬煮出治愈身心的美味。如今在这食不果腹、危机四伏的兽世，这或许就是她活下去的唯一依仗。她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在系统空间里取出厨具和种子，又挣扎着走出兽皮棚，在部落边缘的背风处挖了些鲜嫩的野菜。系统还贴心地标注了可食用的种类，避开了有毒的植株。可是现在她还差一个兽骨才能做出系统给的粥，正站在那犯难。恰逢部落首领顾岭狩猎归来，他高大的身影裹着厚厚的兽皮，肩上扛着一头成年凶兽的尸体，兽形雷霆白虎的威压还未完全收敛，周身萦绕着淡淡的戾气，左腿裤脚渗出暗红的血，显然是狩猎时受了旧伤。清河部落的兽人见了他，都下意识的避让。顾岭战力强悍，是部落的守护神，可常年生食凶兽肉，积下的旧伤和戾气，让他性情愈发冷峻暴戾，没人敢轻易靠近。林婉却眼前一亮，凶兽骨正是熬煮兽骨粥的最佳食材。他咬了咬牙，上前一步，声音微弱却清晰：首领，我能借你这凶兽的骨头用用吗？我做的东西能缓解你的伤痛。顾岭停下脚步，漆黑的眸子冷冷扫过他，眼前的雌性身形纤细，面色苍白，连站都站不稳，身上没有半分兽人该有的强悍，反倒像猪一吹就倒的野草。他下意识地想拒绝，可左腿的旧伤传来一阵钻心的疼，戾气翻涌，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这伤缠了他好几年，生食兽肉只能暂时压制，却从未真正缓解过。无用的东西，滚！他的声音低沉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可脚步却没有挪动。林婉没有退缩，又往前凑了凑。我不会骗你，你给我一次机会，要是没用，我任由你处置。或许是他眼底的坚定打动了他，或许是旧伤的疼痛实在难以忍受。顾岭沉默片刻，抬手挥了挥，示意身边的随从割下凶兽的腿骨，扔到他面前。给你半个时辰，没用就把你扔去喂凶兽。林婉连忙道谢，拖着虚弱的身子，把兽骨、野菜抱回兽皮棚。他用石头垒起简易的灶台，点燃干燥的柴火，先将兽骨敲碎，放入铁锅中，加入融化的血水，大火熬煮，待锅里的水沸腾，泛起乳白色的浮沫。他又仔细撇去，转小火慢炖，让兽骨里的营养和灵玉之力充分释放。叮，检测到宿主制作灵玉美食，灵玉之力激活，食材营养转化中。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林婉能清晰地看到铁锅中的兽骨汤里泛起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白光，那是灵玉之力的具象化。他又将洗净切碎的野菜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系统发放的谷物，继续慢炖，直到野菜软烂，谷物粘稠，一股浓郁的香气渐渐从兽皮棚里飘了出来。这香气不同于兽人们生食兽肉的腥膻，温润醇厚，带着野菜的清香和兽骨的鲜美，飘得很远，连不远处巡逻的兽人都下意识地顿住了脚步，眼神里满是好奇。顾岭站在不远处的兽皮棚外，鼻尖萦绕着那股治愈的香气，原本翻涌的戾气竟奇异地平复了几分，左腿的旧伤也似乎不再那么疼了。他皱了皱眉，压下心底的诧异，迈步走向林婉的兽皮棚。此时林婉正将熬好的兽骨野菜粥盛进陶碗里，乳白色的粥汤点缀着翠绿的野菜，香气扑鼻，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苍白的脸颊，让他看起来多了几分温柔。做好了。他端着陶碗走到顾岭面前，递了过去。顾岭垂眸看着碗里的粥，眉头皱得更紧。这东西看起来黏糊糊的，没有一丝兽肉的腥膻，和他以往吃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他迟疑了片刻，还是伸手接过陶碗，指尖触碰到温热的陶碗，心底竟泛起一丝久违的暖意。他试探着用木勺舀了一勺，送进嘴里，温热的粥滑进喉咙，软糯鲜香，没有丝毫腥气，顺着食道一路暖到胃里。下一秒，一股淡淡的暖流从胃里蔓延开来，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最终汇聚到左腿的旧伤处。原本钻心的疼痛竟瞬间缓解了大半，连骨头缝里的酸胀感都消失不见了。他眼底闪过一丝震惊，又连忙舀了一勺，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一碗粥下肚，
浑身暖洋洋的，旧伤的疼痛彻底消失，周身的戾气也被那股温润的灵域之力驱散得干干净净，连紧绷的神经都彻底放松了下来。他活了几百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不是生食瘦肉带来的力量暴涨，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治愈，温和而有力量，让他整个人都变得平静下来。林婉站在一旁，看着他喝完粥，眼底露出一丝笑意。怎么样，有用吧？顾凛放下陶碗，漆黑的眸子紧紧盯着他，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和威严，多了几分诧异、感激，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他身形高大，微微俯身，目光与他平齐，声音低沉而郑重，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坚定。有用，从今往后，你归我护着，你的东西就是清河部落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你一根手指头。丁，检测到时刻顾凛的极度满意，获得信仰之力乘10，灵石系统能量提升，解锁基础调料乘1，盐。林婉愣住了，他没想到一碗简单的瘦骨野菜粥竟然能让这位冷漠暴戾的白虎首领说出这样的话，而他更不知道，这一碗粥不仅是他在兽世立足的开始，更是他走向信仰中心、登顶兽神的第一步。寒风依旧呼啸，可兽皮棚里却因为一碗温热的瘦骨野菜粥多了几分暖意。此时遥远的黑暗深处，一道无形的意识察觉到了这股微弱却致命的灵域之力，发出一声低沉的、充满戾气的咆哮。继业之主的目光第一次落在了这个渺小却不凡的雌性兽人身上。苍蓝兽世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而林婉的小石滩终将成为照亮整个兽世的光，用一碗碗治愈的美食汇聚全兽世的信仰，对抗那即将席卷而来的黑暗。顾凛的承诺像一颗定心丸砸在林婉心头，有这位白虎首领护着，他在清河部落的立足之路无疑会顺畅许多。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让他更添底气。丁，解锁基础调料盐，可提升美食口感与灵域之力，解锁配方盐烤瘦肉。首领，既然有用，以后我常做给你吃。林婉眼底的笑意更深，只是我刚到部落，没什么食材，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你，偶尔给我留些瘦骨或新鲜瘦肉。顾凛想也没想，直接颔首，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强势。以后部落所有的顶级兽骨、最鲜嫩的瘦肉都先给你留着，我让随从守在你这棚子外，任何人不得打扰你，也不准偷拿你的东西。说完，他又叮嘱随从，给林婉送来厚实的兽皮、干燥的柴火，还有一些储存的野果。说完才转身离开，他还要去处理部落的事务。但临走前，看林婉的眼神已然多了几分牵挂与坚定。那碗瘦骨粥带来的治愈，不仅缓解了他的旧伤，更在他冰冷的心底烙下了一道温柔的印记。顾凛离开后，林婉的兽皮棚外很快围满了好奇的兽人。方才那股浓郁的香气实在太过诱人，比起他们常年吃的生食瘦肉，那股温润的香气让他们心底的暴戾都淡了几分。首领刚才喝了他做的东西，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真的能治伤吗？我也有旧伤，能不能让他给我做一碗？兽人们窃窃私语，眼神里满是好奇与渴望，却碍于顾凛的命令，不敢轻易上前打扰。林婉看在眼里，心里有了主意，他要靠美食真正站稳脚跟，不仅要活下去，还要让更多兽人感受到灵域美食的力量。他拿出顾凛送来的新鲜瘦肉，按照系统解锁的配方切成小块，撒上少量盐，放在火上慢慢烤制。盐的加入彻底激发了瘦肉的鲜美，没有了生食的腥膻，多了几分焦香与醇厚，香气比之前的瘦骨粥更加浓郁，飘得更远，几乎传遍了整个清河部落。系统也及时检测到，给出了奖励。丁，检测到宿主制作盐烤瘦肉，灵域之力加持，可缓解轻微伤势，安抚躁动情绪。就在这时，一阵微弱的咳嗽声从棚子外传来。林婉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形纤细的少年蜷缩在角落，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身上裹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兽皮，浑身不停发抖。兽形的血色鹿角若隐若现，显然是一只还未完全化形的血鹿兽人。他正是温恒，没落血鹿部落的遗孤。部落被凶兽袭击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辗转来到清河部落，却因为体弱多病，没有战力，被部落兽人排挤，只能在角落苟延残喘。连日来的饥饿与寒冷，让他本就孱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林婉心下一软，停下手中的活，拿起一块刚烤好的瘦肉，快步走到温恒面前，蹲下身，轻声说道：“来，吃点东西，会好起来的。”温恒抬起头，长长的睫毛上还沾着血沫，眼底满是怯懦与警惕，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他从小到大从未被人这样温柔对待过，更从未吃过这样香气扑鼻的食物。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林婉放缓语气，将烤瘦肉递到他嘴边，尝尝看，很好吃的，能缓解你的难受。
温恒迟疑了许久，终究是抵不住食物的诱惑，还有林婉眼底的温柔，小心翼翼地张开嘴，咬了一小口烤瘦肉，焦香的肉汁在嘴里炸开，温润的灵欲之力顺着喉咙蔓延开来，瞬间缓解了他身上的寒冷与饥饿，胸口的憋闷感也减轻了许多。他眼睛一亮，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这是他来到清河部落第一次吃到温热美味的食物，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关心的温暖。一碗瘦骨粥，一块盐烤瘦肉，彻底打开了林婉小食摊的名气。有顾岭的背书，又有温恒的真实案例，越来越多的兽人鼓起勇气来到林婉的兽皮棚前，想要尝尝他做的灵域美食。有的兽人带着旧伤而来，吃完一碗瘦骨粥，疼痛瞬间缓解；有的兽人常年狂躁易怒，吃完一块盐烤瘦肉，情绪变得平静。还有部落里的雌性抱着瘦弱的幼崽而来，林婉特意用谷物和野果熬煮出软糯的幼崽羹，幼崽们吃完后哭闹变少了，精神也变得好了许多。林婉忙得不可开交，温恒恢复了一些力气后，便主动留在他身边帮忙。他性子温柔，心思细腻，擅长照顾幼崽和伤员，帮林婉清洗食材、盛饭，安抚前来就餐的兽人，成了他最得力的小助手。兽人们也渐渐接纳了这个孱弱的血鹿少年，不再排挤他。而每一次兽人因美食得到治愈，林婉都能感受到一丝微弱的暖流涌入体内，系统称其为信仰之力，是兽人发自内心的认可所化，能慢慢滋养他的体质，提升灵欲之力。彼时的林婉只当这是系统的加持，并未多想。而这一切都被站在不远处的苏燕看在眼里，他隐去身形，九尾灵狐的树童紧紧盯着林婉忙碌的身影，还有那些吃完美食后脸上露出舒缓笑容的兽人，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婉身上正散发着越来越浓郁的滋养之力。苏燕偶然间翻开过部落珍藏的上古兽皮卷，现在更加确定卷中记载的兽神觉醒之兆与林婉的一举一动完美契合。兽神不是天生，而是能引动天地滋养之力，凝聚万族信仰的人。觉醒需经过几种考验，御身就是以食物医兽，解兽人躯体之苦；御心就是化戾气为平和，安抚兽人躁动的心；御势就是凝聚己族的力量，对抗黑暗势力，这样就能得到兽神的力量。于是他走上前，对着林婉微微躬身，语气恭敬：雌性，我叫苏燕，能识别各类食材与毒物，还知晓一些上古传说，我想留在你身边帮你。林婉抬头看向他，只见少年身着一袭青色兽皮，气质温润，眼底带着几分聪慧与通透，周身没有兽人们常见的戾气，反倒透着一股清雅。他能感受到苏燕没有恶意，而且他的能力正是自己目前需要的。兽食食材复杂，难免有毒的蜘蛛，有苏燕在，能帮他避开不少麻烦。好，欢迎你。林婉笑着点头，可下一秒，顾岭突然从外面走进来，起身挡在林婉身前。你是谁？雷霆白虎的戾气再次翻涌，他早就察觉到术后的气息，只是之前一直没有生长。此刻见这九尾狐明目张胆地靠近林婉，护犊子的心思瞬间占了上风。苏燕，吾所属部落为时上古预言，知道这位雌性是兽氏希望。苏燕笑意不变，脚步却又往前迈了半步，距离林婉不过3尺。我能辨食材、识毒物，优化灵域配方，留在林婉身边，能助她走得更远。清河部落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插手。清河部落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插手。顾岭大手已然揽住林婉的肩，将她护在自己身侧，宣示主权的意味十足。林婉有我护着，她的事我说了算。林婉被两人之间的低气压弄得有些无奈，刚想开口打圆场，棚外又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温恒蜷缩在角落，血色鹿角微微颤动，看着林婉的眼神里满是依赖。见顾岭揽着林婉，他下意识地咬了咬唇。林婉姐，我也想留在你身边，我能帮你洗食材、盛粥，我不会添麻烦的。温恒的声音软软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他身形孱弱，站在顾岭这个高大的白虎兽人身边更显可怜。林婉心下一软，刚想点头，顾岭却先一步回答：你先养好身体，林婉这里有我安排的人，不用你操心。顾岭并非有意针对温恒，只是此刻他眼里容不得任何靠近林婉的异性，哪怕是个还未完全化形的血鹿兽人。可他这话落在温恒耳中，却让温恒的眼眶微微泛红，低下头不再说话，只是看着林婉的眼神依旧带着执拗的依赖。苏燕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眼底闪过一丝轻笑。他知道顾岭的强势，也懂温恒的依赖，而他自有自己的方式。他不再与顾岭争执，只是转身走到灶台边，拿起林婉刚用过的木勺，指尖拂过锅底残留的粥香。这兽骨与野菜的搭配虽有灵域之力，却少了一味清润的灵草。若加入西边的凝露草，能让戾气净化效果提升3成。林婉，我带你去找。他直接忽略顾岭，只对着林婉说话，语气里的温柔与专业让林婉瞬间动了心。凝露草他从未听过，若是真能提升灵域效果，
自然是好的。可他刚要应声，顾岭便再次先替他回答了。不必，我让部落的人去寻便是，你只需待在棚外，不准靠近林婉。说着便对着外面喊了一声，让随从去寻宁露草，丝毫不给苏燕与林婉独处的机会。苏燕也不恼，只是靠在灶台边，目光始终落在林婉身上，与顾岭的冰冷视线在空中相撞，无声的较量悄然展开。而角落的温恒也默默起身，走到林婉身后，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将一块温热的野果递到她手中。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将一块温热的野果递到她手中。林婉姐，我刚捡的，甜的。林婉看着手中的野果，又看看身前剑拔弩张的顾林与苏燕，再看看身后满眼依赖的温恒，只觉得头大。他不过是想熬碗粥活下去，怎么突然就被3个兽人围着，还莫名陷入了这场无声的争夺。这场小小的修罗场不过是个开始。待林婉拿出顾岭送来的瘦肉，制作盐烤瘦肉时，苏燕便寸步不离地守在灶台边，一边帮他调整火候，一边讲解不同瘦肉的烤制技巧，偶尔还会借着递调料的机会，与林婉的指尖不经意相触，惹得顾岭频频侧目，周身的气压低得能滴出水来。顾岭干脆搬了块石头，坐在灶台前，目光死死盯着苏燕的手，只要苏燕再靠近林婉半步，他便会立刻出声制止，甚至直接伸手隔开两人。而温恒则守在林婉的身侧，默默帮他擦去溅在手上的油渍，时不时递上一杯温水，眼神里的依赖与占有欲虽不像顾岭那般强势，却也丝毫不容忽视。兽人们围在棚外，看着棚内的景象，窃窃私语。首领这是怎么了？好像很在意林婉啊。那个青衣服的兽人也不简单。是啊，看林婉的眼神不一样，这3位好像都想留在林婉身边啊。兽人们的议论声不大，却偏偏飘进了棚内3人的耳中。顾岭的脸色更沉，苏燕的笑意却更深，温恒则将林婉的胳膊挽得更紧了些。林婉被3人围着，一边烤着瘦肉，一边还要应付3人的投喂。顾岭递来厚实的兽皮，让他垫着胳膊防烫；苏燕递来研磨好的细盐，精准地撒在瘦肉上；温恒则递来包好的野果，让他时不时吃一口解腻。他哭笑不得，却又隐隐感受到3人的真心。只是这份温暖夹杂着3人之间的暗暗较量，让他的小石滩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不一样的烟火气。不过苏燕的加入还是让林婉的小石滩变得更加有序。他帮林婉鉴定食材，挑选出最具滋养之力的植株，还根据不同兽人的体质帮他优化食疗配方，让美食的灵育效果变得更加精准。比如给战力强悍、戾气较重的兽人搭配能净化戾气的野菜，给体弱的幼崽和老人搭配能滋养身体的草药。丁，检测到大量食客满意，获得信仰之力乘100，灵食系统能量大幅提升，解锁终极厨具1套，解锁配方灵玉骨汤面、滋养果树羹。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林婉的美食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清河部落的兽人前来就餐，就连周边小部落的兽人也听闻消息，不远千里来到清河部落，只为尝尝他做的灵玉美食。苏燕将上古遗留的兽皮卷呈到林婉面前时，他正忙着给部落的幼崽熬煮滋养粥，看着幼崽们捧着陶碗吃得眉眼弯弯，指尖的灵玉之力不自觉萦绕，他看着卷上模糊却古朴的图腾，看着苏燕一字一句解读的觉醒条件，心底第一次生出一丝模糊的认知。看着苏燕一字一句解读的觉醒条件，心底第一次生出一丝模糊的认知。或许他来到这个兽世从来都不是偶然，可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危机也悄然降临。遥远的黑暗深渊，基业之主的意识变得愈发狂暴，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婉身上的灵域之力越来越强，那些被美食治愈的兽人心底的痛苦与戾气越来越少，而他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这些负面情绪。林婉的存在就像是一颗毒瘤，正在一点点削弱他的力量，阻碍他的计划。渺小的雌性也敢挡我的路！基业之主的声音冰冷刺骨，充满了戾气。我要让你还有那些被你治愈的兽人全都坠入黑暗，成为我力量的养料。他动用黑暗本源，培育出10几只暗影兽。这些暗影兽身形漆黑，双眼泛着红光，极具攻击性，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黑暗戾气。被他们咬伤的兽人会瞬间被戾气侵蚀，变得狂躁嗜血，失去理智。基业之主操控着这些暗影兽，朝着清河部落的方向疾驰而去。基业之主操控着这些暗影兽，朝着清河部落的方向疾驰而去。他要摧毁林婉的小石滩，杀死那些被治愈的兽人，让痛苦与戾气重新笼罩整个兽世。此时的清河部落依旧一片祥和，林婉的小石滩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兽人们说说笑笑，脸上满是期待。温恒在一旁忙碌，苏燕在帮林婉优化配方，顾岭则守在不远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守护着小石滩和前来就餐的兽人。突然一阵凄厉的嘶吼声从部落外围传来，紧接着便是兽人惊恐的尖叫。不好，是凶兽！
好多凶兽，它们好凶，身上有奇怪的黑气。顾林脸色一变，瞬间化出兽形，一头巨大的雷霆白虎，浑身覆盖着雪白的毛发，夹杂着黑色的纹路，双眼泛着雷霆之光，周身萦绕着强大的威压。他嘶吼一声，纵身跃起，朝着部落外围疾驰而去。林婉也停下了手中的火，脸色凝重，他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黑暗戾气正快速逼近，那股戾气冰冷邪恶，与他的灵域之力截然相反。苏燕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她紧紧盯着部落外围的方向，语气凝重：是黑暗戾气，是继业之主的手下暗影兽。是黑暗戾气，是继业之主的手下暗影兽。他终于动手了。温恒也变得紧张起来，下意识地挡在林婉身边，虽然身形孱弱，却依旧坚定。林婉姐，我保护你。林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慌乱，她看向身边的苏燕和温恒，又看向部落外围。顾林与暗影兽搏斗的嘶吼声越来越近，他知道这是他来到兽市面临的第一次真正的危机。苏燕，你帮我安抚好前来就餐的兽人，保护好幼崽和老人，不要让他们靠近部落外围。林婉语气坚定。温恒，你跟我来，我们做一些能净化戾气的美食，帮顾岭，也帮那些被暗影兽咬伤的兽人。好。两人同时点头。林婉快步走进兽皮棚，拿出所有的顶级食材和调料，动用系统的灵域之力，快速制作起能净化戾气的美食。他知道这一次，他不仅要守护好自己的小食摊，还要守护好身边的人，守护好这些信任他、依赖他的兽人。部落外围，顾岭正与10几只暗影兽激烈搏斗。雷霆白虎的力量强悍，每一次挥爪都能拍飞一只暗影兽。可暗影兽数量众多，而且浑身散发着黑暗戾气，被他们抓伤的地方会传来一阵钻心的疼，戾气顺着伤口一点点侵蚀着他的身体。顾岭的眼神变得愈发凌厉，他嘶吼着，拼尽全力斩杀着暗影兽。可暗影兽像是杀不完一样，源源不断地冲上来，他的身上添了许多伤口，戾气在体内翻涌，让他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就在这时，一阵浓郁的香气从部落深处飘来，温润的灵域之力瞬间笼罩了整个部落。林婉端着一大盆灵域骨汤面，快步走到部落外围，对着顾岭大喊：顾岭，快过来，吃一口面，能净化戾气，治愈伤口。顾岭听到林婉的声音，瞬间清醒了几分，他拼尽全力斩杀身边的几只暗影兽，纵身跃到林婉身边，化为人形，不顾身上的伤口，拿起一碗骨汤面，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不顾身上的伤口，拿起一碗骨汤面，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温热的骨汤滑进喉咙，强大的灵域之力瞬间蔓延开来，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体内的黑暗戾气被快速净化，身上的伤口也不再疼痛，甚至开始慢慢愈合。他眼底的狂暴渐渐褪去，恢复了清明。多谢你，林婉。顾岭放下碗，语气郑重，眼神里满是感激与坚定。有我在，绝不会让这些暗影兽伤害到你，伤害到任何人。他再次画出兽形，雷霆白虎的威压变得更加强大，身上的伤口在灵域之力的滋养下快速愈合。他嘶吼一声，纵身跃入暗影兽群，每一次挥爪都能斩杀一只暗影兽。这一次，他不再被戾气侵蚀，动作愈发凌厉。苏燕安抚好前来就餐的兽人，也加入了战斗。他虽然不擅长主战，却能操控微弱的灵力，干扰暗影兽的行动，帮顾岭牵制敌人。温恒则守在林婉身边，一边帮他递食材，一边安抚那些被吓到的幼崽和兽人。林婉则不停歇地制作着灵域美食，一碗碗骨汤面，一杯杯滋养羹被送到战斗的兽人手中。吃到美食的兽人体内的戾气被净化，伤口被治愈，战力大增，纷纷加入战斗，与顾岭一起斩杀暗影兽。黑暗与光明的碰撞在清河部落的外围激烈上演，暗影兽的嘶吼声、兽人们的怒吼声、柴火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而林婉的美食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战场，用温润的灵域之力滋养着每一位战斗的兽人，凝聚着他们的力量，对抗着来自黑暗的威胁。遥远的黑暗深渊，基业之主感受到自己培育的暗影兽正在一只只被斩杀，力量不断削弱，他发出一声狂暴的嘶吼，眼底的戾气愈发浓郁。林婉，我不会放过你的。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会凝聚更强大的黑暗力量，培育更多的暗影兽，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彻底摧毁林婉的一切，吞噬整个兽市的负面情绪，将所有兽人都拖入永恒的黑暗之中。而林婉看着眼前激烈的战斗，看着身边并肩作战的伙伴，看着那些信任他的兽人，眼底露出一丝坚定。他知道这场战斗只是他守护兽市的第一步，他要继续开他的餐厅，做他的美食，用一碗碗灵域佳肴治愈更多的兽人，凝聚更多的信仰之力。总有一天，他会彻底击败基业之主，守护好这整个苍蓝兽市。战斗渐渐接近尾声。最后一只暗影兽被顾岭一爪斩杀，化作一缕黑烟消散无踪。兽人们欢呼起来，脸上满是胜利的笑容。他们看向林婉的眼神满是感激与敬畏，是这个温柔的雌性用她的美食拯救了他们，守护了部落。林婉笑着走上前，看着身边浑身是伤
却依旧挺拔的顾凛，看着温润聪慧的苏燕，看着温柔乖巧的温恒，还有那些脸上带着笑容的兽人，心底泛起一丝暖意。他的小石滩已经不够用了。林婉抬起头，目光坚定，我要开一家餐厅，一家能容纳所有兽人，能治愈所有伤痛的餐厅。我要让我的美食传遍整个兽世，让每一个兽人都能吃到温热治愈的食物，都能摆脱痛苦与戾气。顾凛走上前，轻轻握住他的手，语气郑重，我帮你，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陪着你，守护你。苏燕、温恒也纷纷点头，眼神坚定。我们都帮你。兽人们也纷纷附和，我们都帮你。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清河部落的大地上，驱散了残留的黑暗戾气，带来了温暖与希望。林婉知道，他的餐厅事业即将开启新的篇章，而他走向兽神的道路也愈发清晰。只是他还需要一个人，一个能帮他打通商路，将美食传遍全兽世的人。而此时，遥远的草原上，草原的风裹挟着草木的气息，一道火红的身影正疾驰而来。陆骁变成兽形烈焰猎豹，身姿桀骜，脸上带着几分好奇与期待。他听闻清河部落有一位雌性能做出治愈伤痛的美食，他想要看看这位雌性到底有什么不凡之处。转瞬便出现在清河部落的入口。陆骁从烈焰猎豹的兽形变成人形，一身赤红兽皮勾勒出挺拔利落的身形，眉眼桀骜张扬，眼底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好奇，周身萦绕着猎豹兽人特有的迅捷气场。他远远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气，不同于凶兽肉的腥膻，也不同于普通野果的清甜，是温润醇厚的能安抚人心的香气，顺着风一路钻进鼻腔，让他常年奔波在外，沾染的戾气都淡了几分。就是这里，传闻中有个雌性能做出治愈伤痛的美食。陆骁挑了挑眉，迈开长腿，循着香气径直朝着部落中心走去。沿途的兽人见了他这身装扮，还有他周身的气场，都下意识的避让。游牧部落的猎豹兽人向来迅捷善战，人脉广阔，没人敢轻易招惹。很快他就看到了那处围满兽人的兽皮棚。棚子前，林婉正忙着整理食材，温恒在一旁帮忙清洗，苏燕则蹲在地上仔细挑选着草药。而不远处，顾凛化作人形，正指挥着部落的兽人搬运坚硬的木材和厚实的兽皮，显然是在筹备什么。那股治愈的香气正是从兽皮棚里飘出来的。陆骁眼底的好奇更甚，他走上前，故意提高声音，语气带着几分桀骜的试探：听说这里有雌性做的东西，能治旧伤、驱戾气，我倒要尝尝是不是真有这么神。话音落下，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顾凛瞬间转头，漆黑的眸子冷冷扫过陆骁，周身的威压瞬间释放。他能感受到陆骁的战力不弱，来历不明，现在贸然闯入，让他下意识地将林婉护在身后。你是谁？顾凛的声音低沉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警惕。陆骁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语气张扬：游牧部落少主陆骁，我常年游走在各个部落之间，听闻清河部落有这般奇人奇事，特意前来看看，怎么还怕我抢了你们的东西？林婉轻轻拉了拉顾凛的衣袖，示意他放松，然后走上前，看向陆骁，眼底带着温和的笑意：我就是林婉。我就是林婉，你说的能治愈伤痛的美食就是我做的。既然你来了，那就尝尝吧。只是现在食材有限，只能委屈你先尝尝烤瘦肉和骨汤粥了。他没有因为陆骁的桀骜而反感，反而觉得眼前这个猎豹少年眼底没有恶意，只有纯粹的好奇。而且他想起自己筹备餐厅的计划，要把美食传遍全兽世，就必须打通跨部落的商路，整合各地的食材。而陆骁身为游牧部落的少主，常年游走各地，人脉广阔，正是他需要的助力。陆骁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这个传闻中的雌性不仅不畏惧他，还这般温和。他挑了挑眉，点了点头：好，那就试试。要是不好吃，我可不会嘴上留情。林婉笑着转身走进兽皮棚，很快就端出一碗瘦骨粥和一块盐烤瘦肉，递到陆骁面前：尝尝看，这是我最基础的2款美食，能缓解轻微旧伤，安抚躁动的情绪。陆骁接过陶碗，鼻尖萦绕着浓郁的香气，他迟疑了片刻，舀了一勺瘦骨粥送进嘴里。温热软糯的粥滑进喉咙，温润的灵欲之力瞬间蔓延开来。他常年奔波在外捕猎赶路，身上积下了不少小伤，还有一身的戾气。此刻那些细微的疼痛感竟瞬间消失，戾气也被安抚得服服帖帖，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他眼底闪过一丝震惊，又连忙拿起烤瘦肉咬了一大口，焦香的肉汁在嘴里炸开，盐的鲜美与瘦肉的醇香完美融合，没有一丝腥膻。灵欲之力顺着肉汁滋养着他的身体，连常年紧绷的神经都彻底放松了下来。好吃！陆骁忍不住低喝一声，一改之前的桀骜，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碗粥，一块烤瘦肉，很快就被他吃了个干干净净。他放下陶碗，看向林婉的眼神彻底变了，没有了之前的试探与好奇，多了几分惊艳、感激，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佩服。你这美食也太神了！陆骁语气激动：我走了这么多部落，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这么管用的东西。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这么管用的东西。那些部落里的兽人，要是能吃到你做的东西，也不至于常年被旧伤戾气困扰啊！
林婉看着他激动的样子，眼底露出一丝笑意。我正打算筹备一家餐厅，一家能容纳所有兽人，能治愈所有伤痛的餐厅。我想让我的美食传遍整个兽市，让每一个兽人都能吃到温热治愈的食物。只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食材运输不便，跨部落的商路没有打通，想要把餐厅开遍全兽市很难。陆骁闻言，眼睛一亮，立刻说道：“这有什么难的？我来帮你。”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语气坚定：“我常年游走在各个部落之间，人脉广，熟悉所有部落的资源分布，还能打通跨部落的商路，帮你运输食材，推广你的餐厅。只要你让我以后能随时吃到你做的美食，我就全力以赴，帮你把餐厅开遍整个苍兰兽市。”他不是傻子，林婉的美食不仅美味，还拥有强大的灵域之力，这背后藏着巨大的潜力。而且他很喜欢林婉的温柔与坚定，也很佩服她的想法，帮他既能吃到美味的美食，还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何乐而不为？林婉心中一喜，他没想到陆骁竟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有陆骁的帮助，他的餐厅筹备计划无疑会顺利很多。好，只要你帮我，以后你想吃什么都给你做，绝不推辞。顾岭看着陆骁，虽然依旧有些警惕，但也能感受到陆骁没有恶意，而且他的能力确实能帮到林婉。他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既然你愿意帮林婉，那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的伙伴。但你记住，要是你敢伤害林婉或者背叛我们，我绝不会放过你。放心吧。陆骁摆了摆手，语气洒脱。我陆骁说话算话，既然答应帮他，就绝不会伤害他。而且如果我看到的没错，林婉的食物有治愈之力，和预言中兽神的能力是一样的，帮助他就是帮我们自己。苏燕也走上前，对着陆骁微微躬身，语气温和。我是苏燕，负责食材鉴定、食疗配方和信仰引导。以后我们一起帮林婉把餐厅开遍全兽市，完成预言中的使命。温恒也露出温柔的笑容，对着陆骁点了点头。我是温恒，负责照顾伤员幼崽和老人，以后也请你多多关照。陆骁看着眼前的几人，顾岭的强悍守护，苏燕的温润聪慧，温恒的温柔善良，还有林婉的坚定温柔，他心底莫名生出一股归属感。他笑了笑，语气洒脱。以后我们就是伙伴了，一起帮林婉把他的餐厅开遍整个兽市。顾林指挥着部落的兽人搭建餐厅的主体，用最坚硬的木材搭建起宽敞高大的房屋，屋顶铺上厚实的兽皮，既能挡风遮雨，又能保暖。苏燕则四处奔波，鉴定各类食材，挑选出最具滋养之力的植株和兽肉，优化食疗配方，制定餐厅的规则和菜单。温恒则负责整理餐厅的内部，用柔软的兽皮铺在地上，摆放好陶碗、木勺，还特意开辟出一个角落，作为幼崽和老人的专属区域，方便照顾。陆骁则立刻启程，前往各个部落打通商路，联系食材供应商，约定好食材的运输事宜，同时还不忘宣传林婉的美食和即将开业的清河食府。林婉则坐镇核心，一边指导部落的兽人学习制作灵域美食，为餐厅培养人手，一边继续研发新的食疗配方，利用系统解锁的终极厨具和食材，制作出更多种类的灵域美食，灵域骨汤面、滋养果蔬羹、药膳烤瘦肉、幼崽滋养粥，每一款美食都蕴含着浓郁的灵域之力，能针对性地解决兽人们的各类问题。丁检测到宿主筹备餐厅获得大量兽人支持。丁检测到宿主筹备餐厅获得大量兽人支持，信仰之力500，零食系统能量大幅提升，解锁高级厨具1套，解锁配方净化零食初级兽核滋养餐。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林婉的灵域之力越来越强，制作出的美食治愈效果也越来越出色。前来帮忙的兽人，还有周边部落闻讯而来的兽人，都能吃到林婉做的美食，感受到灵域之力的滋养。他们对林婉的信仰也越来越坚定，纷纷主动帮他筹备餐厅，为他献上新鲜的食材、厚实的兽皮，还有各类矿石。清河部落因为清河食府的筹备变得愈发热闹，兽人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戾气越来越少，体质也越来越强，幼崽们的存活率也大幅提升，整个部落都充满了温暖与希望。可这份温暖与希望却彻底激怒了黑暗深渊中的继业之主。继业之主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婉身上的灵域之力越来越强，全兽市兽人对他的信仰也越来越坚定。那些被他治愈的兽人，心底的痛苦与戾气越来越少，他的力量也因此被大幅削弱。更让他震怒的是，林婉竟然在筹备餐厅，想要把他的灵域美食传遍整个兽市，这无疑是要彻底切断他的力量来源，彻底摧毁他。可恶！渺小的雌性竟然敢坏我的大事！继业之主的声音冰冷刺骨，充满了暴力与疯狂。我要让你的餐厅，让所有信任你的兽人全都坠入黑暗，永世不得超生。他动用全部的黑暗本源，疯狂吞噬着兽市中残留的痛苦、戾气与恐惧，培育出了上百只暗影兽。这些暗影兽比之前的更加凶猛，身上的黑暗戾气也更加浓郁。被他们咬伤的兽人会瞬间被深度侵蚀，变得狂躁嗜血，甚至会反过来攻击自己的同伴，成为他的傀儡。除此之外，继业之主还暗中挑选了一些被戾气深深侵蚀、性情残暴的兽人。
赐予他们黑暗力量，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手下，带领暗影兽分多路朝着清河部落还有周边那些支持林婉想要吃到灵域美食的部落发动进攻。他的计划很简单，摧毁林婉的餐厅，杀死那些被治愈的兽人，挑拨部落间的纷争，放大兽人们的恐惧与戾气，让痛苦与黑暗重新笼罩整个兽市，让他的力量快速恢复，最终吞噬整个兽市，掌控一切。此时的清河部落，清河食府的筹备已经进入了尾声，宽敞明亮的餐厅摆放着整齐的兽皮座椅，墙角堆放着新鲜的食材，厨房中厨具一应俱全。部落的雌性兽人也已经学会了制作基础的灵域美食，只等选一个好日子正式开业。林婉正和4个兽人坐在餐厅里，商量着开业的事宜。顾凛负责守护餐厅开业当天的安全，苏燕负责制定开业的流程，温恒负责照顾开业当天前来就餐的幼崽和老人，陆骁则负责联系周边部落的兽人，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开业典礼，同时确保食材的供应。一切都准备好了，再过3天我们就正式开业。再过3天，我们就正式开业。林婉眼底露出一丝期待，到时候我们要让所有前来的兽人都能吃到我们的灵域美食，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治愈。放心吧，林婉。顾凛轻轻握住他的手，语气坚定，有我在，一定会守护好餐厅，守护好你，守护好所有前来就餐的兽人，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开业典礼。苏燕也点了点头，语气温和，我已经解读了上古图腾，开业当天会有一股微弱的滋养之力降临，能加持我们的灵域美食，让更多兽人感受到灵域之力的强大，也能进一步凝聚信仰之力。食材方面我也已经安排好了，陆骁语气洒脱，周边各个部落的食材都会按时运到，保证开业当天食材充足，让每一个前来的兽人都能吃到满意的美食。温恒也露出温柔的笑容，我也已经准备好了，会好好照顾好幼崽和老人，让他们在餐厅感受到温暖，不会受到任何委屈。林婉看着身边的4个兽人，心底充满了温暖与坚定，有他们在，他什么都不怕。他相信清河食府一定会顺利开业，他的美食一定会传遍整个兽市，他一定会完成预言中的使命，治愈万族，对抗黑暗。可就在这时，一阵凄厉的嘶吼声从部落外围传来，紧接着便是兽人惊恐的尖叫，还有暗影兽的咆哮声，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不好，是暗影兽，好多暗影兽，还有被控制的兽人，他们在攻击我们。顾凛脸色一变，瞬间站起身，周身的威压瞬间释放。不好，基业之主发动大规模进攻了。苏燕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她快速起身走到餐厅门口，看向部落外围的方向，语气凝重，上百只暗影兽，还有被黑暗力量控制的兽人，分多路进攻，目标应该是我们的餐厅，还有林婉。陆骁也收起了之前的洒脱，眼神变得凌厉起来。没想到他竟然来得这么快，看来是不想让我们的餐厅顺利开业。温恒下意识地挡在林婉身边，语气紧张却依旧坚定。林婉姐，我保护你，绝不会让暗影兽伤害到你。林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慌乱，眼神变得坚定起来。他知道这一次比上一次的危机更加严峻，上百只暗影兽还有被控制的兽人，一旦突破部落的防线，不仅餐厅会被摧毁，前来帮忙、前来等待开业的兽人也会受到伤害。大家不要慌。林婉站起身，语气坚定，目光扫过4个兽人，给他们分别分配任务。顾凛带领部落的战力兽人，还有所有能战斗的伙伴，守住部落的防线，斩杀暗影兽和被控制的兽人，保护好幼崽、老人和前来帮忙的兽人。苏燕负责引导那些未被控制的兽人，将他们的信仰之力汇聚，同时优化净化零食的配方，让美食的净化效果变得更加强大。温恒带领部落的兽人守护好餐厅，照顾好伤员、幼崽和老人，同时传递灵域美食给前线战斗的伙伴们，缓解他们的伤势，净化他们体内的戾气。陆骁立刻前往周边部落，通知那些前来参加开业典礼的兽人，让他们暂缓前来，同时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尽快赶回来支援我们。另外守住食材运输的路线，确保我们的食材不会被暗影兽破坏。好，4个兽人同时点头，语气坚定，没有丝毫犹豫。记住，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林婉的声音温柔却充满力量。我的美食会成为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你们的守护会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击败基业之主的手下，守护好我们的餐厅，守护好我们身边的人。说完，林婉转身，快步走进厨房，拿出所有的顶级食材和调料，动用系统的灵域之力，还有全兽市兽人汇聚的信仰之力，快速制作起净化灵食。他知道这一次他必须加快速度，制作出足够多的净化灵食，才能帮到前线战斗的伙伴们，才能拯救那些被控制的兽人，才能守护好这一切。顾凛画出雷霆白虎的兽形，嘶吼一声。纵身跃起，
朝着部落外围疾驰而去。部落的战力兽人，还有所有能战斗的伙伴，也纷纷画出兽形，跟在顾岭身后冲向暗影兽群。一场激烈的战斗再次爆发。苏燕站在部落的高处，双手结印，引导着所有未被控制的兽人，将他们的信仰之力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光芒，朝着厨房的方向传递而去，加持在林婉身上，加持在那些正在制作的净化灵石上。温恒带领部落的兽人守在餐厅，一边照顾着伤员、幼崽和老人，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林婉做好的净化灵石传递到前线战斗的伙伴们手中。每一位吃到净化灵石的伙伴，体内的戾气都被快速净化，身上的伤口都被快速治愈，战力大增，愈发英勇地斩杀着暗影兽。陆骁则纵身画出烈焰猎豹的兽形，速度极快，转瞬便冲出部落，朝着周边部落疾驰而去。他要尽快调动支援，守住食材运输路线，尽快赶回来支援大家，支援林婉。厨房里，林婉的身影忙碌而坚定，火光映照在她的脸上，汗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滴落在食材上，可她却丝毫没有停歇。她的双手快速地翻炒、熬煮，每一份净化灵石都蕴含着浓郁的灵域之力和信仰之力，散发着温暖的光芒，香气传遍整个部落，甚至传到了前线的战场上。被暗影兽咬伤、即将被侵蚀的兽人闻到这股香气，眼神渐渐恢复清明。前线战斗的伙伴们吃到净化灵石，战力大增，嘶吼着斩杀着暗影兽。部落里的幼崽和老人吃到净化灵石，身体变得强壮，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黑暗深渊中，基业之主感受到自己的手下正在一只只被斩杀，被控制的兽人正在一个个被治愈、被唤醒，他的力量正在快速削弱。他发出一声狂暴而绝望的嘶吼，眼底的戾气浓郁的几乎要溢出来。不，我不会输的，林婉，我绝不会放过你。林婉，我绝不会放过你。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自己的计划再次被林婉破坏，他不甘心自己的力量被林婉一点点削弱，他不甘心自己永远只能躲在黑暗深处，无法掌控整个兽世。他决定孤注一掷，动用自己最后的黑暗本源，凝聚成一道黑暗光柱，朝着清河部落，朝着林婉的厨房疾驰而去。他要亲手杀死林婉，摧毁他的厨房，摧毁所有的灵域美食，彻底切断全兽世的希望。此时前线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顾岭浑身是伤，却依旧强悍。可暗影兽数量众多，还有被控制的兽人不断冲上来，他渐渐体力不支，体内的戾气也开始慢慢翻涌。林婉做好最后一份净化灵石，抬头望去，只见一道漆黑的光柱带着浓郁的黑暗戾气从天空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疾驰而来。那道光柱冰冷邪恶，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让他浑身一僵，心底生出一丝寒意。他知道这是基业之主最后的反扑。林婉深吸一口气，没有退缩，他拿起最后一份净化灵石，将所有的信仰之力、所有的灵域之力都注入其中，然后他举起这份净化灵石，朝着那道黑暗光柱快步走去。基业之主，你的阴谋到此为止了。你的阴谋到此为止了。林婉的声音温柔却坚定，传遍了整个部落，传遍了整个战场。不会让你伤害到我身边的人，不会让你摧毁我的餐厅，不会让你把整个兽世拖入黑暗。顾岭看到那道黑暗光柱，看到林婉的身影，眼底露出一丝惊恐。他嘶吼一声，拼尽全力朝着林婉的方向疾驰而去。林婉，不要！苏燕、温恒，还有所有正在战斗、正在被治愈的兽人，也都看到了那道黑暗光柱，看到了林婉的身影。他们纷纷嘶吼起来，想要冲过去保护林婉，而林婉却依旧坚定地朝着黑暗光柱走去。他知道这一次他必须独自面对，他是预言中能食育万族、成为新兽神的人，他是全兽世的希望，他必须守护好这一切。黑暗光柱越来越近，浓郁的黑暗戾气几乎要将他吞噬，可林婉却依旧没有退缩。他举起手中的净化灵石，将其高高举起，高声诵读牛皮卷上留下的咒语：以食为刃，以信为盾，食育万族守护，守护兽世，灵域之力觉醒。灵域之力觉醒。话音落下，那份净化灵石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温暖的灵域之力，还有全兽世兽人汇聚的信仰之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明光柱，朝着那道黑暗光柱迎了上去。光明与黑暗在清河部落的天空中激烈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整个苍蓝兽世都在剧烈震颤。耀眼的白光驱散了天地间的阴霾，温润的灵域香气顺着光芒蔓延，穿透了每一个角落，哪怕是最偏远的部落，每一位兽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温暖与力量。黑暗光柱中的戾气被光明光柱中的灵域之力一点点消融净化，那毁天灭地的压迫感也在渐渐减弱。基业之主的嘶吼声从黑暗光柱中传来，充满了痛苦与不甘。他没想到林婉的灵域之力加上全兽世的信仰之力，竟然会强大到这种地步，竟然能压制他倾尽所有本源凝聚的黑暗力量。不可能，你一个渺小的雌性，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基业之主的声音嘶哑而狂暴。我是兽世的负面本源，我不会被你打败的。我要吞噬你，吞噬所有的信仰之力，吞噬整个兽世。我要吞噬你，吞噬所有的信仰之力，
吞噬整个兽世。他拼尽全力催动剩余的黑暗本源，试图加固黑暗光柱，想要冲破光明的阻挡，可一切都是徒劳。林婉手中的净化灵石散发着越来越耀眼的光芒，全兽世兽人的信仰之力如同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光明光柱中，加持着灵域之力，一点点吞噬着黑暗光柱，净化着其中的戾气。顾凛拼尽全力冲到林婉身边，化为人形，不顾身上的伤口，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掌心滚烫，带着雷霆白虎的威压，却又无比轻柔，生怕伤到他分毫。林婉，我陪着你，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一起面对，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他体内的戾气早已被灵域之力净化，身上的伤口也在快速愈合。此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守护好林婉，守护好这份光明，守护好整个兽世。苏燕、温恒还有赶回来的陆萧也纷纷冲到林婉身边，四人并肩而立，紧紧守护着他。苏燕双手结印，继续引导着全兽世的信仰之力，让光芒变得更加耀眼。温恒用自身的治愈之力包裹着林婉，缓解他的疲惫，为他补充能量。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婉正在透支自己的力量，正在用自己的意志支撑着整个光明光柱。陆萧则警惕地扫视着四周，防止有漏网之鱼的暗影兽趁机伤害林婉，同时他还在调动周边部落的支援，确保这场战斗能彻底胜利。林婉姐加油，我们都陪着你。温恒的声音温柔却坚定，眼底满是担忧与敬佩。放心吧，林婉，周边部落的支援很快就到，我们一定会彻底击败基业之主。陆萧的语气不再有往日的桀骜，多了几分郑重与坚定。林婉坚持住，信仰之力还在汇聚，你不是一个人，全兽世的兽人都在陪着你，都在信仰你。苏燕的语气温润，却带着强大的力量。她能感受到林婉身上的气息正在一点点变化，正在朝着上古兽神的方向快速蜕变。林婉感受到身边4个兽人的守护，感受到全兽世兽人汇聚的信仰之力，感受到温恒温润的治愈之力。林婉感受到身边4个兽人的守护，感受到全兽世兽人汇聚的信仰之力，感受到温恒温润的治愈之力，心底的疲惫瞬间消散了大半。她紧紧握住顾凛的手，抬头看向身边的4人，眼底露出一丝温柔而坚定的笑容。谢谢你们，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他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中的净化灵石上，将自己的意志融入灵域之力与信仰之力中。他不再仅仅是为了守护自己的餐厅，守护身边的人，更是为了守护整个苍蓝兽世，守护所有被痛苦、戾气困扰的兽人，完成预言中的使命，成为那个能食欲万族、庇佑兽世的新兽神。丁，检测到宿主意志坚定，全兽世信仰之力汇聚，灵石系统终极激活，宿主林婉。灵域之力终极觉醒，契合上古兽神传承，开始觉醒兽神之力。系统的提示音在林婉脑海中响起，与此同时，他身上开始泛起淡淡的金光，上古兽神的图腾从他的胸口慢慢浮现，蔓延至全身。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羽翼舒展的神鸟，象征着滋养、治愈与守护，正是上古兽神的本体图腾。图腾浮现的瞬间，林婉身上的灵域之力瞬间暴涨，手中的净化灵石爆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光明光柱也变得愈发粗壮，如同一条耀眼的光龙，朝着黑暗光柱猛冲而去。咔嚓咔嚓，黑暗光柱在光明光柱的冲击下开始出现裂痕，里面的黑暗戾气被快速净化，消散无踪。基业之主的嘶吼声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痛苦，他的黑暗本源正在被一点点吞噬、净化，他的意识也在渐渐模糊。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基业之主的声音嘶哑而绝望。我要让兽世和我一起坠入黑暗！他做了最后的挣扎，将自己剩余的所有黑暗本源全部引爆，试图与光明光柱同归于尽，试图将整个清河部落，甚至整个兽世都拖入黑暗的深渊。不好，他要引爆黑暗本源！不好，他要引爆黑暗本源！顾凛脸色一变，下意识地将林婉紧紧护在怀里，周身的威压瞬间提升到极致，想要抵挡黑暗本源引爆的冲击力。苏燕、温恒、陆萧也纷纷挡在林婉身边，拼尽全力释放出自己的力量，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守护着林婉，守护着身后的兽人，守护着即将开业的清河石府。林婉被顾凛紧紧护在怀里，感受到身边4人的守护，感受到全兽世兽人汇聚的信仰之力。她睁开双眼，眼底闪烁着耀眼的金光，语气坚定而温柔。基业之主，你醒醒吧！兽世的意义不是痛苦与杀戮，而是温暖与陪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你的痛苦我来治愈，你的戾气我来净化，不要再挣扎了。话音落下，林婉推开顾凛的怀抱，举起手中的净化灵石，将觉醒的兽神之力全部注入其中。净化灵石瞬间化作一道耀眼的光雨散落下来，覆盖了整个清河部落，覆盖了整个战场，甚至覆盖了整个苍蓝兽世。这道光雨带着浓郁的灵域之力与信仰之力，带着兽神的滋养之力，落在每一位兽人身上。
落在每一寸土地上，落在每一只暗影兽身上，落在即将引爆的黑暗本源上。奇迹再次发生了，那些漏网之鱼的暗影兽被光雨落在身上，瞬间被净化，身上的黑暗戾气消散无踪，原本漆黑的身形变得温顺起来，不再具有攻击性，纷纷低下头，朝着林婉的方向露出臣服的姿态。那些被黑暗力量控制的兽人被光雨落在身上，体内的黑暗戾气被彻底净化，意识完全清醒，纷纷跪倒在地，朝着林婉的方向高呼林婉大人，眼底满是感激与敬畏。那些受伤的兽人被光雨落在身上，伤口瞬间愈合，体质大幅提升，浑身充满了力量。即将引爆的黑暗本源被光雨包裹着，一点点被净化，不再具有毁天灭地的力量，渐渐化作一缕微弱的负面气息，被光雨彻底吸收，消散无踪。黑暗深渊中，基业之主的意识在光雨的滋养与净化下渐渐变得清醒。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感受到了没有痛苦、没有戾气的平静。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追求的力量，一直想要的掌控都是错误的。他是兽世的负面本源，却也是兽世的一部分。他的存在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被治愈，为了与光明共生。林婉，谢谢你。基业之主的声音变得温柔而平静，不再有丝毫的暴力与疯狂。是我错了，我不该被痛苦与戾气蒙蔽双眼，不该想要毁灭兽世。从今往后，我愿消散于天地之间，化作滋养兽世的力量，弥补我的过错，守护这方天地，守护所有的兽人。话音落下，基业之主剩余的意识化作一缕淡淡的微光，融入光雨之中，消散于天地之间，化作滋养兽世的力量，滋润着每一寸土地，让苍蓝兽世的草木长得更加茂盛，让兽世的滋养之力变得更加浓郁。随着基业之主的消散，天地间的黑暗彻底被驱散，耀眼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苍蓝兽世的每一寸土地上，温暖而明亮。灵域的香气依旧弥漫在天地间，久久不散。那是希望的香气，是治愈的香气，是信仰的香气。战斗彻底结束了。战斗彻底结束了，兽人们纷纷从地上站起来，欢呼着，呐喊着，脸上满是胜利的笑容，满是喜悦与激动。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林婉的方向跪倒在地，齐声高呼：兽神大人，兽神大人，兽神大人！声音洪亮，响彻云霄，传遍了整个苍蓝兽世。每一位兽人都在用自己最虔诚的声音呼唤着他们的新兽神林婉。林婉站在原地，身上的金光依旧耀眼，上古兽神的图腾清晰地印在他的身上，周身萦绕着浓郁的灵域之力与信仰之力，气质温润而威严，温柔而强大。他看着眼前跪拜的兽人们，看着身边并肩而立的4个兽人，露出一丝温柔而欣慰的笑容。顾林走上前，轻轻握住他的手，眼底满是温柔与敬畏，语气郑重：林婉，不，兽神大人，恭喜你觉醒兽神之力，击败基业之主，守护了整个兽世。苏燕、温恒、陆萧也纷纷走上前，对着林婉微微躬身，语气恭敬而坚定：恭喜兽神大人登顶兽神，庇佑万族。恭喜兽神大人登顶兽神，庇佑万族。我们愿终身陪伴在兽神大人身边，辅佐大人，守护兽世，守护清河石府，守护所有的兽人。林婉轻轻摇了摇头：我不是高高在上的兽神，我还是林婉，还是那个喜欢做美食、喜欢开餐厅的林婉。他抬手轻轻扶起身边的4个兽人，又看向跪拜的兽人们，声音温柔却坚定：我能觉醒兽神之力，能击败基业之主，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你们的信任，是你们的信仰，是你们的守护，是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今往后，我不会居高临下，不会远离你们。林婉的目光扫过每一位兽人，扫过即将开业的清河石府，眼底满是坚定。他会继续经营清河石府，继续做他的灵域美食，把灵域的配方传授给每一个部落，让每一个兽人都能吃到温热治愈的食物，都能摆脱痛苦与戾气，都能安居乐业。他会和兽人们一起守护这方天地，守护苍蓝兽世，让兽世再也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没有饥饿，没有伤病，让各个部落和平共处，互帮互助，让兽人们都能感受到温暖与陪伴，都能拥有幸福安稳的生活，让幼崽们健康成长，让老人们安享晚年。话音落下，兽人们再次欢呼起来。呐喊声、欢呼声响彻云霄，眼底满是感激与敬畏，对林婉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更加虔诚。他们知道，他们的新兽神是温柔的，是善良的，是强大的，是会一直守护着他们，一直陪伴着他们的。顾岭看着林婉的身影，眼底满是温柔与宠溺，他轻轻握紧她的手，语气坚定：林婉，无论你是林婉还是兽神大人，我都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守护你，守护清河石府，守护所有的兽人，不离不弃。我们也会。苏燕、温恒、陆萧同时开口，语气坚定，眼底满是真诚与敬畏。我们会一直陪伴在兽神大人身边，辅佐大人，守护兽世，完成大人的心愿，不离不弃。林婉看着身边的4个兽人，看着眼前虔诚的兽人们，心底充满了温暖与坚定。他知道这场战斗只是他守护兽世的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但他不再孤单，有4个兽人的守护，有全兽世兽人的信仰与支持，他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让苍蓝兽世变得更加美好，让每一位兽人都能拥有幸福安稳的生活。他抬手轻轻一挥，灵域的力量再次弥漫开来。
他抬手轻轻一挥，灵域的力量再次弥漫开来，滋养着清河部落，滋养着整个兽市。清河石府的屋顶在灵域之力的滋养下变得更加坚固，周边的草木长得更加茂盛，兽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底满是希望。好了，大家都起来吧。林婉的声音温柔而温暖。3天后，清河石府正式开业，到时候我会亲自下厨，为大家做最美味、最治愈的美食，让每一位兽人都能吃到我的心意，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幸福。谢谢兽神大人，谢谢林婉大人。兽人们纷纷欢呼着，从地上站起来，脸上满是期待与喜悦。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灵域的香气弥漫在天地间。清河石府静静矗立在清河部落的中心，宽敞而明亮，那是林婉的心血，是兽人们的治愈之地，是信仰的中心，是希望的象征。林婉站在清河石府的门口，身边并肩而立的是4位不离不弃、全力辅佐他的兽人，眼前是虔诚而热情的兽人们，远处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苍蓝兽市。他知道他的餐厅事业即将迎来新的篇章，他的兽神之路也才刚刚开始，但他无所畏惧。因为他有最坚定的信念，有最忠诚的伙伴，有最虔诚的信仰者，有能治愈一切的美食。从今往后，苍蓝兽市有他林婉，有清河石府，有灵域的美食，有温暖的陪伴，有坚定的信仰，再也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没有饥饿，没有伤病，只有和平、幸福、安宁与希望。3天后，清河石府正式开业，来自全兽市各个部落的兽人纷纷慕名而来，挤满了整个清河石府。林婉亲自下厨，和4个兽人和部落的兽人一起制作着各种各样的灵域美食：灵域骨汤面、滋养果蔬羹、药膳烤瘦肉、幼崽滋养粥、净化灵食。每一款美食都蕴含着浓郁的灵域之力，蕴含着林婉的心意，蕴含着全兽市的希望。兽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脸上满是期待。吃到美食的兽人脸上都露出了舒缓而幸福的笑容，眼底满是感激与敬畏。灵域的力量滋养着他们的身体，信仰的力量温暖着他们的心底。顾林守在餐厅门口，守护着每一位前来就餐的兽人，眼神坚定而温柔。苏燕在餐厅里为兽人们讲解食疗知识，引导他们的信仰，语气温润而耐心。温恒在幼崽与老人的专属区域，细心地照顾着他们，为他们盛饭、擦嘴，笑容温柔而治愈。陆骁则穿梭在餐厅里，协调着食材的供应，接待着来自各个部落的兽人，语气洒脱而热情。阳光透过餐厅的缝隙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明亮。灵域的香气和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最动人的赞歌。林婉站在厨房里，看着眼前的一切，脸上露出了温柔而欣慰的笑容。她做到了，她开启了自己的餐厅，她用美食治愈了全兽市的兽人，她用信仰击败了黑暗，她成为了兽市的守护神，她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实现了上古预言。往后余生，她会一直陪伴在4个兽人身边，一直经营着清河石府，一直做着灵域的美食，用温柔与力量守护着这方天地，守护着所有的兽人，让苍蓝兽市永远和平，永远幸福，永远充满希望。而清河石府也会成为苍蓝兽市永恒的治愈之地，永恒的信仰中心，永远矗立在兽市的中心，见证着兽市的繁荣与安宁，见证着林婉与4个兽人的羁绊，见证着全兽市兽人的幸福与美好。